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卡乐快报，我是卡乐。本周华语乐坛最受瞩目的焦点，莫过于第37届金曲奖正式揭晓入围名单。在本届名单中，蔡依林凭借专辑 Pleasure 一举夺下9项大奖提名，成为本届入围件数最多的作品。在解析本届入围项目之前，我们先聊聊为什么金曲奖能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最高殿堂。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一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正因为台湾常年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摇篮，曾孕育出歌声风靡全亚洲的邓丽君，以及亚洲初代唱跳天后崔台金，在无数优秀音乐人的底蕴累积下，由台湾主办的金曲奖至今37年，其公信力始终毋庸置疑。采取专业评审、多轮筛选审核制度，摒除商业流量数据，不看歌手的后台背景，纯粹回归音乐的艺术价值。奖项横跨技术、创作与演绎，给予幕后工程与目前歌手同等的专业认受度，并兼容不同语种与流派，提供主流与独立音乐平等的竞争舞台。美国告示牌于2017年报道华语音乐市场时，盛赞金曲奖是华语圈最具公信力的音乐奖项，并冠以华语界的葛莱美奖之美誉。在这样高标的筛选下，蔡依林今年凭借专辑 Pleasure 一举夺下9项大奖提名，成为本届入围打赢家。并且在我看来，她这次的入围更是刷新了整个华语乐坛的历史记录，这点我会在后面说明。现在就让卡乐带大家逐一拆解这9大入围奖项吧。第一项，最佳 MV 奖，凭和影像美学、创意执行以及影像与音乐叙事的契合度，入围作品 Pleasure、Fish Love。这次一口气入围2支影像作品，展现了 Jolin 这次在视觉叙事上比过去达到更高的音乐一致性，不再是剧情抢走音乐风采的 MV， 让音乐回归主角地位，并让画面彻底服务于音乐。Pleasure 与 Fish Love 同样具备强大的视觉冲击与叙事张力，一动一静2种情绪的释放，正好双双入围。从音乐到影像的实验性，在华语乐坛不能说十分罕见，只能说史无前例。第二项，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纯技术评比，针对录音品质、混音技术与母带处理的精细度进行考核。我们都知道舞曲非常难做，华语乐坛常年情歌泛滥，因为慢歌的投资报酬率非常高，常见编曲是大同小异的。但这张专辑没有任何一首典型华语慢歌，不止歌词写得深奥难懂，编曲更是高深莫测，动态范围极广，人声与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之间就像情绪喷洒的泼墨。第三项，最佳编曲人奖，奖励对歌曲结构、音色配置与节奏设计有卓越创新的音乐人。入围作品 DIY 是一首打碎流行乐制式模组的作品，不规则的前卫编曲手法，乍听就像一首快歌与慢歌被拼贴在一起，音乐在过瘾与危险之间穿梭，带给听众 DIY 般的刺激感。这项入围肯定了制作团队在音色实验上的专业勇气。第四项，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奖励专辑的建筑师考核、整合创意、技术，并赋予专辑灵魂的能力。这是对 Jolin 作为全职制作人身份的最大认可。制作团队在声响的减法美学上展现了精准的判断，建立出一个高冷、极简且具备一致性的电子场域。第五项，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衡量歌手的声音技术、辨识度以及对音乐作品的诠释能力。Jolin 这次展现了高度的声音控制力。MTV 音乐歌唱比赛冠军出身的她，歌唱实力毋庸置疑。20岁之前就在每场现场表演高音爆发，唱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情歌。而 Pleasure 这张专辑是透过细腻的气息与口气诠释复杂的情绪，明明是唱将出身，却选择更实验性的方式，让声音与编曲完全融合，展现了声音艺术的成熟度。第六项，年度歌曲奖，奖励具备社会影响力、时代象征性与传唱度的年度单曲。入围作品 Pleasure 成功将高深莫测的编曲与深奥的自我觉察概念转化为具备市场传播力的旋律，光是再度入围此奖便足以证明他把非主流变成主流的实力有多强，再次打破了舞曲与思想之间的墙，他几乎可以把任何音乐变成具备时代意义的符号。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Pleasure 把副歌合成器抽离的编曲手法，在世界各地舞曲制作上都是超级危险的实验，所有主流歌手都选择副歌精彩爆冲合成器，只有他反其道而行，这是他再一次以一首危险舞曲作为首播主打歌，并再次入围此奖项。第7项，最佳华语专辑奖，针对华语语境下的制作深度、词曲水准与专辑完整性进行综合评选。虽然是一张舞曲比重极高的专辑，但其词意深远，结构紧密，再次证明电子舞曲不仅是娱乐，
同样能承载极高的叙事与文学性，是华语专辑中罕见的实验性与高品质兼具之作，再度拓宽中文这项精妙语言与旋律所能共振出的文学声学美学境界。第8项年度专辑奖被誉为金曲最大奖的金曲奖年度最高荣誉。入围此奖项意味着评审团公认这张专辑是年度最具前瞻性的精神坐标。Pleasure 用一场人性拉扯前卫实验，打破流行音乐作为娱乐商品的宿命，将其拉高至集体意识镜像的哲学维度，是他直面灵魂深渊之后进行一场对当代集体意识的社会实验，用声学架构一面明镜拷问所有人在直视自身欲望与阴暗面时，灵魂究竟还能折射出多少纯度。 Pleasure 入围最大奖实至名归。上次我发的入围贴文写的文字，马上就让眼尖的观众纠正，因为蔡依林的《呸》这张专辑也曾入围9项大奖，包含隔年共10项，所以 Pleasure 并没有刷新纪录。但我并没有修改原文，也不打算收回我的发言，而且我还要再次强调这句话：蔡依林刷新了唱跳歌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提醒大家，一直都是同一个他把舞曲推到这个程度。长期以来，华语乐坛太过习惯安全牌，而 Pleasure 不仅舞曲比重非常高，实验性极高，更完全舍弃了典型的华语慢歌，因此我觉得这次的入围更是一种破天荒的纪录刷新。对于习惯安全牌的华语乐坛来说， Pleasure 显然是一张太过危险的前卫专辑。我认为这张专辑成为入围大赢家，是华语音乐史的一个革命性章节，标志着音乐评选标准正在发生质变。 Pleasure 的成功证明了整个音乐市场正在向更纯粹、更与世界接轨的创作美学进步，是整个音乐市场正在进步。我甚至觉得把它限缩在唱跳歌手领域都是低估。以前我在乎金曲奖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蔡依林很重视金曲奖。我希望她得奖，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需要受到奖项肯定，仅仅是希望她开心。但现在我明白，当她重视金曲奖，其实就是重视整个音乐产业。当她是经典无数的天后，却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那么她也会带动整个华语乐坛的生机，在热爱音乐的人们心中种下种子，让更多音乐人得到坚持艺术的勇气，也让我们看见了华语乐坛更多的可能性。这首歌献给他，也献给所有曾经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机会、没有选择的你。你一定要记得选择你自己，支持你自己。谢谢。最近的卡乐又比较忙碌，连续几周就只上传混音小短片。不过谢谢你们，连混音影片都超级支持。Lisa 和 Cortis 这2部的流量真是吓到我了，成为了我的 Instagram 最高赞数影片，真开心。另外，对了，上次说的频道会员前阵子终于默默地开启了，本来不想宣传的，但是谢谢还没宣传就已经有小卡乐粉陆续加入，真感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还要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推广和超级感谢赞助支持。其实在2026年之前，卡乐频道甚至连广告盈利功能都没有打开。这么多年以来，我都只靠燃烧热情制片，所以一直到今年才终于有超级感谢和会员功能。我的制片速度比较慢，主要是因为我有我的学业与正职，甚至还接打工，因此其实这些影片都是压缩我的休息时间完成的。如果频道的收入可以打平我的小打工，那么我就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频道上，提高影片制作速度。所以这里我想宣传一下卡乐频道会员，现在加入会员就可以获得可爱的卡乐频道专属贴图，以及会跟着你一起成长的专属小天使翅膀哦。我发现会员越多，才可以上架越多张的专属贴图。所以如果你喜欢卡乐频道，欢迎加入卡乐会员，同时也可以帮助卡乐打平创作成本。不过不用担心，目前我不考虑推出只有加入会员才能观看的影片，所有的会员福利都是回馈性质的，并不强迫加入的哦。但是当然，由于卡乐频道常有比较高额的赞助者，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回馈，因此目前也有几项可选的会员福利，例如朗读来信，让卡乐与观众们与你一起分担心事，以及让你的角色住在影片里的卡乐城堡里面，增加有趣的互动体验。同时，当会员人数达到一个阶段时，卡乐会在片尾列出每月的会员名单，使你们也成为影片的一部分，让大家知道你们也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卡乐频道的一部分。那么，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请保持健康、善良与好奇心。我是卡乐，我们下部影片见。